2015年是故宫雕塑馆对外开放的日子，它位于故宫的慈宁宫之内，只要买了故宫的大门票，就可以免费进去参观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慈宁宫雕塑馆里边都收藏了哪些珍贵的造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慈宁宫的门口了。哎呦，这门口人也不少。这故宫这个地方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没有淡季啊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看一看，从这门，看那个门叫什么来着？慈宁宫的门就叫慈宁门。这视角能看见这牌子吗？这个慈宁宫比我想象的要大呀，它不只是这一座建筑啊。看那后侧，从这边看，后侧还有门，后边还有别的院落。然后再看刚才入口旁边，这侧面道座房这个位置还有入口呢。那这个雕塑馆里边东西应该不少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北京故宫的慈宁宫啊，也就是故宫雕塑馆。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在明清两朝，慈宁宫一般用来充当太后的住所，因为它的后殿本身就是个佛堂，所以如今展出的雕塑也大都是佛教造像。正殿内的藻井并不大，但也是金碧辉煌，造型则是外方内圆。盘龙浮雕的最中间挂着一个深色的球状物，这玩意儿叫做轩辕镜，是故宫内藻井的常见装饰。殿内的匾额仁德大龙是老慈禧的书法，他认为自己又仁慈又有德行，所以写了这么一块匾。但这种观点除了金牌讲师之外，还会有人同意吗？另一块匾额嘉诚天河也是老慈禧的书法。现在我们准备看雕塑馆的雕塑了，先从正殿展品开始。这个馆里的藏品感觉是随机摆放的，并没有按照朝代做排序，那我们也随机观看。先看馆内最大的雕像，也就是北齐石佛像，其面容丰腴端庄，外披袈裟，内穿僧旗帜，胸前的系带只剩下一半，另一半已经损坏了，推测为包衣博带式。因为这个残存的带子看起来也是很宽的。佛像的两侧各有一个北齐石菩萨像示例，其中一尊菩萨像左手缺失，右手持一桃形法器，裙裾下垂，并赤足站在莲花座上。另一个石菩萨像要看清楚，这个腰带的构造就是完整的包衣博带式。刚才没解释包衣博带，现在解释一下。所谓包衣博带指的不仅是衣服宽大，衣带也要宽大。两尊菩萨头上的冠则全都是莲花宝冠。后一件是明代三彩琉璃文殊像，其头戴化佛宝冠，双手则平放于腿上，结禅定印。须弥座的下边则是那只小小的青狮坐骑。然后是明代的三彩琉璃观音像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简化版的渡海观音？首先观音的头顶是戴着风帽的，这就是渡海观音的常见装束。再看观音的座位下面也融入了海浪的元素，单体的琉璃渡海观音做出来是眼前这个样子，如果放在寺院里，比如山西新绛福圣寺，那么做出来就是不一样的造型了。再往后是明代的三彩琉璃普贤像，这尊造像的双手残损了，但仍然能认得出是说法印的轮廓。而普贤座位的最下方则是我们熟悉的那头白象坐骑了。下一件是辽代的木雕彩绘贴金观音像，这大概率是有1000年历史了，贴金的颜色已经基本褪尽了。其实辽代的木雕观音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之前我在山西见到的寺内辽代造像基本都是木骨泥堆，所以这件也是比较稀有的。而它附近的辽代观音像已经是完全女性化的形象了。后面是一组清代的银鎏金造像，有60班禅像，还有一尊佛陀像。这尊造像双手的姿势很明显是拄着一根宝杵的，但现在这宝杵已经不见了。然后是辽代的木雕彩绘贴金观音像，这件比刚才的站姿观音保存的要更好一些，起码还能隐约看到贴金的颜色。而这个坐姿是比较舒适自在的，所以这个姿势的观音通常被称为自在观音，或者被称为水月观音。再往后是一件北宋的十圣僧像，造它的功德主名叫张凑，他们一家15口共同造了这尊石像以做供养。不过第一眼看到张凑合家造像的牌子之后，我把功德主名字给看成张凑合了，这个写法太有歧义了。下一件是一组铜铁材质的造像头，这大概率是盗贼斩下来的。那些人在盗取古刹造像的时候，一整尊造像太重了，如果实在搬不走，一般都会把造像的头斩下来，因为这是一整座造像最生动的地方。
我们能看到的造像头都是被追回来的，还不知道有多少流落海外的呢。现在我们来到正殿另一侧看展，这边还摆了一套秦兵马俑。要么说故宫国博的藏品挺全的，这两边都有兵马俑，不过最好还是去现场看，因为现场要震撼得多。后面是明代的曹彩绘人像，这个身穿广袖长袍的老者，其表情是非常生动的，衣服的细节做得很到位，而且画风非常世俗化。我们所在这一侧的展品也基本都是世俗化的展品。然后是元代的泥塑彩绘关羽像，体型则是猛将应有的体型。仔细看，这尊关公像是金面而不是红脸，而且他的左手支棱了起来，像是在捋髯，证明以前肯定是有长须的，因为脸的侧面还有安装髯口的孔洞呢。下一件是唐三彩骆驼，骆驼是昂首的姿态，仔细看两个驼峰之间还挂着一个行囊，上面有一个兽头形状的装饰。据专家推断，这大概率是商人自选的守护图腾，毕竟那时候赶路可比现在要危险多了，确实需要找点心理安慰。然后是两件墓中陶俑，其中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是右侧的天王踏鬼俑。古人觉得阴间鬼怪横行，就将这样的天王放进墓里随葬，希望他能保护墓主不受滋扰。最后我们看这件明代的铜鎏金文殊像，这个造型就非常世俗化了，而文殊菩萨的青石坐骑比例看起来也正常的多了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正殿的展览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进院落，能看到一座面阔7间的西山顶大房子，它就是大佛堂，位于慈宁宫正殿的后侧。在清代，这里是给太后、太妃预备的礼佛场所，如今已经改成雕塑馆展厅了，而且仍然是以佛教造像为主。我们先走进第一展厅，然后在这个展厅里看到了好多德化白瓷造像，其中的达摩像就是明代的文物，德化窑白瓷观音也是明代的文物。它的附近是唐代的善业泥佛像，这是用小模子压出来的佛像。之所以要制作这个，目的就是要祈求善业，消除恶业，所以挂名挂的是善业二字。然后是一组明代的米色釉布袋和尚像，自明代往后的弥勒佛用的都是这个笑口常开的造型，而以前的寿弥勒造型就不再用了。后面是一些北宋的木雕彩绘罗汉像，虽然彩绘褪尽了，但基本的轮廓还在。我们也不难发现，那个时代的罗汉像已经非常的世俗化了，造型也是相当的精彩。如果细看，还能发现功德主的名字是广州人郝章，这就是他出钱做的。附近还有一件清乾隆年间的木雕彩绘旃檀佛像，这个面部的彩绘表存的还挺完好的，不过身上没有颜色了。民间对旃檀佛的理解大概就是成佛后的金蝉子吧。后一件木雕金漆观音像则是清代的文物，此时的观音已经高度世俗化了，连头上都不戴平时的花冠了，身上的衣服更是极尽奢华，连胸前的璎珞都比过往增加了装饰。下面是一组清代的寿山石罗汉造像，罗汉是佛陀弟子中修行最高的果位，所以是常见的供奉。我们在附近还能找到一组寿山石雕的18罗汉，这边是一种成套的罗汉。寿山石则是福州的特产食材，造型非常漂亮，很适合拿来制作工艺品。然后是辽代的木雕彩绘大势至菩萨头，虽然色彩很暗淡，但做工仍然能看出细致来。单独看这个表情，还能看出一种悲悯的感觉。下一件是辽代的木雕彩绘观音菩萨头，仔细看，这个观音菩萨是带小黑胡子的，这就对了。早期的佛与观音造像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带胡子的，这个造型再正常不过了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入二展室，进去之后率先看到的是一大批铜鎏金造像，画风则是偏藏传的风格。附近有2个明代达摩像，这在我们平时看展的旅途中是比较少见的。造像的画风骨瘦如柴，可能描绘的是渡江达摩在途中缺衣少食的经历。然后是铜鎏金千手千眼观音像，第一眼看完我感觉它是藏传佛教的造像，过后仔细一看，发现这是大理国出土的，对应的是段誉的那个时代。而萧峰所在的辽国出土的则是不同画风的铜鎏金观音像，他们的造型非常中原化，要么总有人说大唐正统在大辽呢。他们的附近是一尊16国时期的铜鎏金佛像，这对应的是慕容复祖宗的时代，不过这尊保存的没那么好，上面的铜锈都长出来了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大佛堂的二展室。现在我们出来发现外侧的回廊里还有展厅，现在进去看看。它正确的入口在慈宁宫正殿的侧面，
这样看顺序才正确。从这个门走进去，便来到了汉唐陶俑馆。我们先看到的是很多墓中的随葬俑，这些在其他的博物馆中也见到过，而且造型上并没有特殊的地方。我们选个特殊点的来细看一下，比如这件东汉的陶听琴女俑，这是四川造的陶俑。当时这边的生活比较富足，人们在保暖之余有条件欣赏音乐，于是人被音乐打动的那一刻便被匠人记录了下来，并一路存留到了今天。后面有一组唐代的彩绘音乐女俑，手里拿的乐器各不相同，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这几个女俑的裙子上甚至还有当初的颜色被一路保留到如今。很难想象当时这些女俑新做好的时候是何等的华丽。但再后边的陶彩绘天王俑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历经这么多年，它的颜色已经褪尽了，但把颜色烧在俑上的三彩人俑就比前者要好得多，颜色也稳固得多。最后看这件唐三彩镇墓兽，这和之前看的天王踏鬼一样，都是在墓中震慑鬼怪的造型，早年间都是用陶做的，但到了唐代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三彩镇墓兽，造型也大有不同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砖石画像馆，在这类的文物中，汉代画像石无疑是最为著名的一类了。人玉龙纹画像砖啊，也是西汉的。这个龙的线条咱们能看得出来，但是谁能告诉我那个人在哪儿？玉龙的那个人在哪儿？这有片破损的，难道是在这儿，然后破损是掉了？难说。我们在木门画像石上能看到熟悉的铺首衔环，不过这个造型有点抽象，但作用没有变化，它也是用来模拟门环的。后面是北宋的24孝砖雕，这里边雕刻的那些故事比前面的铺首衔环还抽象，甚至连郭巨埋儿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只是抽象，甚至都有些反社会反人类了，连后世封建王朝的人都没少骂他。这个砖石画像馆很小，我们很快就逛完了。现在我们回到入口附近的倒座房，这里是修德白石馆的入口，里边展出的文物全是河北曲阳修德寺旧址出土的石质佛教造像。巧了不是，修德寺旧址我还真去过，这话是在2023年11月23号，我发了一期修德寺旧址的视频，记录在那儿邂逅台湾友人的往事。现如今修德寺已经没了，只剩下了一座修德寺塔，此外周边就全是农田了。当初来这边的时候我还纳闷来着，修德寺旧址出土的文物都跑哪儿去了，如今算是见着了。现在我们来看文物，先看东魏的四维像，这些造像披着菩萨的装束，摆出沉思者的姿态。至于其造型是谁，迄今有两个主流说法，一个说是悉达多太子树下沉思成佛形象，另一个说的则是弥勒菩萨龙华三会形象。如今时代变迁之后，思维这个词已经从佛教用语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。后面是一组东魏的弥勒像，弥勒本是释迦牟尼的弟子，在释迦牟尼涅槃后，弥勒成为了新任世尊，所以弥勒也被称为未来佛，未来拜。然后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造像，根据佛经记载，释迦牟尼在说法华经时，多宝佛从地下涌出，大家赞叹，并分半座与释迦牟尼同坐，视为二佛并坐。而且这款佛像还有北齐的升级版，它的造型更复杂一些。然后是王女人父母造石佛像，这也是北魏时期的佛像，头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其右手向前结无畏印，左手则结与愿印，佛衣则为包衣博带式，这是北魏时期的常见装束。展厅的最后方便是一些隋唐时期的造像，在修德寺出土的白石造像，跨越的朝代就是这么多，从北魏到唐代一共跨越了200多年的时光，这就是一部完整的石雕佛像演化史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故宫雕塑馆，也逛完了一整个的慈宁宫。在清代住在这边的太后们在敬拜神佛的时候，也得将很多精美而珍贵的佛像纳入了宫廷的收藏之中，南北朝的、隋唐的、辽金的，还有明清的，这些佛像在宫廷之内被一路保存到了今天。虽然100年之内权柄更迭，世事无常，但那一缕文明的丝线却一路绵延至今，且生生不息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